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乌克兰近期取得一些战果，但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瑟尔斯基14号在首次视察前线时强调，战场局势极其复杂，急缺人员和武器，暗示北约的承诺一再跳票。Ситуація на даний час можна оцінити як складна. Тобто противник зараз наступає фактично на всій лінії фронту. А ми перейшли від наступальних дій до ведення оборонної операції. Звичайно, цієї зброї недостатньо. І навіть та зброя, яка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ться, вона має фізичні термины використання.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在接受膀胱治疗后出院，通过视频向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发表讲话，重申联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奥斯汀发表誓言称，美国和大约50个国家将深入挖掘，在短期和长期内为乌克兰提供持续支持。The Kremlin keeps on betting that we will all lose interest in Ukraine and that our support will flicker and fade. But I am more determined than ever,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as well. This contact group remains resolute, undaunted, and firm. And make no mistake,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stand foursquare with Ukraine. 不过，就在13号，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高达953亿美元的外国援助法案，旨在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支持。据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透露，该法案包括600亿美元的乌克兰支持资金，用于助力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斗争；141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以保障以色列的稳定；92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用于缓解全球范围内的危机；48亿美元用于支持印太地区的地区伙伴，以及其他政策条款。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该法案的通过表达了反对意见，认为美国应该停止提供外国援助，除非是以贷款的形式。$60 billion with a B. They want to give them $60 billion more.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do it this way. Loan them the money. If they can make it, they pay us back. If they can't make it, they don't have to pay us back. 值得注意的是，该一揽子法案并未包含共和党一再强调的加强南部边境管制措施的条款。对此，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齐普罗伊表示，或许将美国德克萨斯州更名为乌克兰，才能引起国会对南部边境防务问题的关注。罗伊认为，美国参议院这个养老院只有在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对外战争上时，才会积极工作。此前有论调称，美国的600亿美元援乌计划将有助于美国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对此他表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靠资助海外战争来保证的呢？春节长假即将进入尾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日前集中报道了多款自主研发的大国重器所取得的新突破，包括万米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迎来全面升级，以及首口万米深井即将钻穿油气盖层等。此外，在航空母舰、潜艇、战斗机等岗哨上执勤的官兵，也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军人的精气神。这是在江苏无锡研发的中国首台多金属硫化物采矿车，它可以下潜至海平面3000米以下的深水区作业。硫化物是海底蕴藏的3种有开采价值的矿藏之一，富含金、银、锌、铜、钴等。目前，这部首台国产多金属硫化物采矿车正在进行地面调试，为的是在春节后进行1000米海试做好充分准备。海试的时候它是有窗口期的，所以说倒排计划的话工期是非常紧，每做一项修改或者是升级都要在水池再做一次实验。而深潜明星奋斗者号早已突破1米深度，这个春节奋斗者号正在为后续载人深潜进行优化调试。全球唯一拥有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也将在年底交付，它将有全球面积最大的船载实验室，助力中国人更好地了解海洋、利用海洋，实现海洋强国梦。在陆地上，大国重器的探索也越来越深入。在新疆塔里木油田，中国首口1米深井深地塔克1井突破9900米后，即将钻穿油气盖层，向储存油气的地层进发。截至14号14时，最新换上的金刚石钻头已在地下钻探54个小时，各项钻井参数平稳。这些国产金刚石钻头能承受8万个大气压的压强，相当于8头10吨重的大象站在一个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
进入8000米以后呢，使用的14支钻头都是国产的金刚石钻头。通过10000米深井的钻探，证明我们自己生产的钻头可以满足钻探10000米的需求。万家团圆日将士战备时，春节期间，在航空母舰、潜艇、战斗机等尖端岗哨上执勤的官兵都在执行战备训练任务。准备为第3起飞位报飞天数飞机。引导员唐小晶的工作是负责引导舰载机就位起飞。战机起飞时，它的站位距离飞机发动机只有不到20米。2019年入伍的唐小晶，在去年3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首批走上山东舰飞行甲板的追风女孩。舰载机一般是逆风起飞，这时候我们甲板风速要保持到6到7级左右，每天要顶着大风在甲板上来回的奔跑就位。弹药出库准备完毕。95后张浩则是山东舰上的一名挂弹员，舰载机海上作战任务千变万化。因为我们在出海的时候嘛，风浪比较大，对于我们导弹的稳定性要求极高，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都要稳，而且我们还要保障弹药的挂载速度。当地时间2月16号，为期3天的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国际社会需要以新的紧迫感和团结精神，建立一个让人人受益的全球秩序。出席慕安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议期间应约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王毅给布林肯送了一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该如何解读？同一天，王毅还应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王毅说，当前双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按照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让旧金山愿景成为现实，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可持续轨道发展。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将拜登总统的承诺落到实处，体现在具体行动中。王毅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才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试图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美方如真想台海稳定，就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王毅强调，把去风险搞成去中国，建小院高墙，搞对华脱钩，终将反噬美自身。王毅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非法单边制裁，不得损害中国的正当发展权益。双方就开展人文交流、便利人员往来交换了意见。王毅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滋扰盘查中国公民，多做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事情，并送美方一句古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双方探讨了下阶段两国各层级交往，同意保持各领域对话沟通，进一步落实旧金山愿景，积极评价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工作，期待近日两国执法部门高层会晤取得积极成果，继续推进外交政策、亚太事务、海洋事务、人工智能对话磋商，保持两军沟通。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看法，同意双方半岛事务特使保持接触。应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时，王毅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加强战略沟通，为促进安全、维护和平发挥应有作用。为此，双方应共同努力，扩大利益交汇点，加强交往合作，妥善处理分歧矛盾，推动中英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卡梅伦表示，英方愿从战略角度看待英中关系，同中方发展更具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以相互尊重的方式管控分歧、解决问题。英方将继续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推进合作。我身后的巴伐利亚庄园酒店是慕安会的固定举办场所。今年将有54个国家的领导人在3天的会议期间发表演讲。王毅将在17日的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的演讲也备受国际舆论期待。德国当地媒体也普遍认为，本届慕安会将延续俄乌冲突以来的紧张氛围。深圳卫视特约观察员周颖在德国慕尼黑现场注意到，安保较以往明显更加严密。
这或许是当前欧洲社会不安状态的外在体现。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春节期间访问欧洲行程丰富。据外交部官网消息，他将于2月16号到21号出席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演讲，结合会议主题，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并访问西班牙、法国，在法国举行中法战略对话。